苹果怎么敢的？竟然威胁抖音和微信，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苹果税又要吃人血馒头了。早在今年5月份开始，苹果公司背地里警告腾讯和抖音，要求他们制裁平台上的小游戏开发商，原因是这些小游戏宁可用其他的支付软件，也不用苹果的支付系统。结果这个要求被微信和抖音严厉拒绝了，而苹果呢则怒了，搬出了苹果商店的规则，威胁抖音和微信说：“你们都忘了吗？所有软件消费都要经过苹果的支付系统，否则轻则罚款，重则下架。如果不去除小游戏的其他支付链接，那么抖音和微信就别想更新了。”这下整个网络都炸了。要知道，苹果公司在3月份刚刚被欧盟罚了140亿元人民币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搞垄断，不让欧洲的音乐软件使用其他的方式付款。苹果呢乖乖交了罚款，但是因为整改的诚意不够，再次被欧盟反垄断机构立案调查。如果这次罪名成立，那么最高有可能被罚上千亿元。苹果支付系统是苹果税的主要途径，世界各国早就看苹果税不爽了，现在欧盟都对苹果下手了，其他国家也在蠢蠢欲动，只是还没来得及下手。没想到在这种风口上，苹果公司不但不收敛，还变本加厉地对中国最重要的软件下手，这不是严重的挑衅吗？合着你对欧盟唯唯诺诺，对中国企业就重拳出击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宁可不用苹果手机，也离不开微信和抖音吗？我敢说，苹果肯定知道这么做的后果，不然也不会背地里警告和威胁。那么苹果为什么要在最敏感的时候威胁微信和抖音呢？其实就是太贪心了。这2年中国的小游戏非常火爆，单单微信上就有10亿的用户。根据巨量引擎的预估，2024年中国小游戏规模将达到600亿以上，2025年将飙升到800亿，未来肯定会突破1000亿，甚至数千亿也不是问题。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！苹果能不眼红吗？要知道，苹果在中国的虚拟抽成高达30%，按照苹果手机25%的市占率来说，如果中国小游戏有1000亿元的话，那么整个中国小游戏开发商每年给苹果公司贡献的纯利润就会超过100亿，躺着都能挣这么多，还有比这更挣钱的领域吗？但是苹果想将这笔钱全部收齐也不容易。中国的苹果税是全球最高的，而且有很多霸王条款，有些软件在苹果手机上充值比安卓充值要贵得多，因为吃相太难看了，一直被企业和消费者抵制。小游戏开发商也是，他们本来就竞争压力大，当然不愿意被苹果税压榨，因此他们在开发游戏的时候就会刻意避开苹果的支付系统，转而用中国其他支付软件。这导致苹果用户上的小游戏很多，但是收入反而不太行。苹果公司非常郁闷呐，明明一块蛋糕已经做好了，苹果却吃不到嘴里。这才有了苹果公司背地里警告微信和抖音的事情，因为这2个平台的用户最多，有大量的小游戏开发商在这2个平台上开发和使用。苹果想要吃下游戏的蛋糕，就必须经过微信和抖音的同意才行，因此才会在背地里警告、威胁微信和抖音。为什么不直接处罚微信和抖音呢？答案不用说也知道，就是因为微信和抖音的地位太高了，他们也不敢撕破脸皮。现在事情被曝光了，不管结局如何，苹果公司就非常尴尬了。如果微信和抖音不同意苹果手机的条款，那么苹果手机用户就会面临微信、抖音和苹果手机2选1的难题。至于怎么选，不用说也知道，能替代苹果的手机太多了，而微信和抖音却不可替代。就算苹果最后真的通过极限施压，成功的让微信和抖音服软，那么苹果公司也将必死无疑，因为国家会马上调查苹果的垄断行为，就算不马上处罚苹果，那么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也会重拳出击。只能说苹果的霸王条款差不多要走到头了。